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参加联大期间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王毅表示，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中国将坚持公道正义，推动停火止战，支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团结一致，发出更强有力声音，早日实现中东持久和平。欧盟即将就是否对华加征电动汽车关税一事展开投票。关键时刻，王毅在纽约先后会见了多国欧洲国家外长，强调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当地时间24号，王毅在纽约联大期间会见新上任的法国外长巴罗。两国关系呢具有超越双边的全球性的意义。我们要继续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王毅说，贸易战没有赢家，希望法国和欧盟同中方一道抵制保护主义，维护市场规则，妥善处理贸易纠纷。巴罗表示，法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加强对华合作，这一点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开放式合作对法国和欧洲至关重要，保护主义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法国和欧盟都不愿同中国打贸易战，希望找到实现公平贸易的办法。法国政府新内阁名单不久前出炉，其中41岁的欧洲事务前部长级代表巴罗被任命为法国外交部新任部长，他也是前欧盟专员雅克·巴罗的儿子，后者在法国曾4度出任部长。同日，王毅还会见了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他强调保护主义不利于欧洲提升竞争力，打贸易战不符合双方利益，希望欧方展现诚意，同中方认真磋商，以双方均可接受的方式解决贸易纠纷。博纳也表示，欧中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努力避免贸易战。深圳卫视注意到，法国是欧盟内部支持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一派，也是此前推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展开双反调查的国家。法国是欧洲大国，人口占比较高，在欧盟决策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观察指，法国政府在电动汽车一事上态度相对强硬，是因为与中国的电动车交易量很小，认为挥舞关税大棒伤不到法国自身。然而，法国农产品以及干邑白兰地厂商对政府的态度感到不安。上周以来，约800名抗议者开着拖拉机，举着标语聚集在法国西南部城镇干邑，要求欧盟推迟投票。今年以来，中国已经陆续对欧洲干邑白兰地、乳制品、猪肉等展开反补贴调查，相关产品很多都来自法国。其实中欧这么多年来，双方不管是从贸易还是说投资以及这个供应链中间中间产品等等各个环节，中欧之间在经贸上的这个相互嵌入是很深的。如果说我们拿出来任何一个产品的门类要去做贸易保护主义，要去加征关税，或者要去做反制措施的话，都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任何一项这样的举动，最终带来的都不是一个单向的伤害，而是双向的伤害。相比法国，德国则对欧盟电动汽车持开放态度。德方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对欧盟加征关税的决策。德方官员目前也正在欧盟内部游说其他国家投反对票。占欧盟人口18.7%的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柏林担心这一关税政策会影响在华深耕多年的德国汽车制造业厂商，进而阻碍德国经济增长。此次王毅在纽约也会见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德外长会面时气氛融洽，会谈桌两侧摆上了餐盘，两人边谈边享用中式早餐。王毅强调，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征关税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不利于世界的绿色转型。希望德国和欧盟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对话协调，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共同维护国际贸易规则和公平竞争环境。贝尔伯克表示，德方同样认为应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通过开放透明的对话协商解决遇到的问题，维护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应努力保持市场开放。此前一天，王毅会见匈牙利外长希尔雅多时提到，保护主义做法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利益，加剧中欧贸易紧张，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矛盾分歧才是正确出路。据国防部消息，9月25号8点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今天，中国军号微信公号公布了本次导弹的发射图片。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
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催生出接二连三的暴力威胁。继特朗普被枪击2个多月后，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位于亚利桑那州办公室再次遭到枪击。目前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暂无人员被捕。分析指，美国总统候选人频遭自杀威胁，政治暴力在美国已经是新常态。当地时间9月23号深夜，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竞选办公室发现疑似枪击造成的损坏。警方接到报警后出警，并透过办公室前窗观察到疑似枪击造成的弹孔。该办公室由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哈里斯竞选团队以及国会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共用。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竞选办公室负责人麦克纳尼证实，我们位于坦佩的竞选办公室在夜间遭到了数枪射击。坦佩市公共信息官瑞安·库克则在声明中表示，这起事件在夜间发生，办公室内无人受伤，但也引发了人们对大楼内以及附近工作人员的安全的担忧。据了解，由于事发时办公室里没有人，目前当地执法部门将其定性为财产犯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起疑似枪击事件已是几周内该办公室发生的第2起犯罪事件。此前，在9月16号午夜，该办公室的前窗还被疑似 BB 枪的物体击中。虽然2次事件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暴力行为的升级引发了外界对竞选团队安全的担忧。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主席约兰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的办公室成为暴力行为的目标，这令人极为难过。他表示，正在与执法部门合作，确保这一威胁得到认真对待，并确保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的安全。哈里斯原计划本周5会到亚利桑那州拉票，这也将是他接棒代表民主党初选总统以来第2次到访该州。而坦佩市作为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核心战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该市不仅是民主党在亚利桑那州的重要票仓，还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所在地。约5.7万名学生大多支持民主党的环保和移民政策，这也让坦佩成为双方竞选活动的争夺焦点之一。特别是在2020年总统大选时，拜登在亚利桑那州仅以不到 1.1 万票的微弱优势胜出。外界关注民主党今年能否保住该州。位于坦佩的这间办公室则是协调哈里斯在亚利桑那州竞选活动的主要站点。今年8月，哈里斯曾到访坦佩，并在集会上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本次美国大选接二连三发生与总统候选人相关的袭击事件。本月15号，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打高尔夫球时遭遇未遂刺杀图谋，特朗普无恙，嫌疑人已被羁押，若罪成，最高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也是特朗普时隔2个月再次遭遇未遂刺杀。有分析指，美国总统候选人频遭刺杀威胁，说明政治暴力在美国已成为新常态。当地时间9月25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还透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声，称伊朗对他的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他写道：“伊朗严重威胁到我的生命，美军在观察并等待。伊朗已经采取了行动，但未能成功，但他们还会再次尝试。”特朗普还透露，现在在他周围的安保人员、枪支和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时，他感谢国会一致批准向特勤局提供更多资金。此前，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特朗普听取了美国情报部门关于伊朗计划暗杀他，以破坏美国稳定并制造混乱的相关简报。美国大选不仅搅动美国内局势，特朗普的老冤家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也不放弃打击他的机会。萨迪克·汗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一如既往地谴责特朗普，并敦促美国民众投票给哈里斯。萨迪克·汗警告说，若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将带来比美国人意识到的更为严重的影响。这位连任3届的伦敦市长毫不掩饰自己不是特朗普的粉丝，多年来两人一直嘴仗不断，争吵不休。特朗普还曾称这位市长是铁石心肠的失败者。Values and what you stand for are the complete opposite.
of London's values and the values in this country. We think diversity is not a weakness, diversity is a strength. We respect women and we think they're equal to men. We think it's important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all of us, particularly the vulnerable and the marginalised. When you are the president of the USA, you have a massive leadership role. You have a massive platform as well. People follow what you do.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n the USA is a rolling back of much of the progress made in previous decades. 特朗普与萨迪克·汗积怨已久。2018年7月，特朗普到访英国时，萨迪克·汗不但公开表示反对，还批准了放飞特朗普宝宝巨型气球的申请，表示这是和平的抗议。对此，特朗普极为不满，抨击萨迪克·汗没有对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元首尽地主之谊。Well, I think he's been a not very good mayor, from what I understand. He's done a poor job. Crime is up, a lot of problems, and I don't think he should be criticizing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can do so much good for the United Kingdom. We talked about it before. He should be positive, not negative. He's a negative force, not a positive force. And if you look at what he said, he hurts the people of this great country. And I think he should actually focus on his job. 随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拉票也更趋白热化。当地时间9月25号，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确认，特朗普将于10月5号返回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再次举行竞选集会。自7月13号特朗普在巴特勒的竞选集会上遭遇第一次未遂刺杀事件后，他曾数次表示自己将回到巴特勒再次进行集会。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过去几周里，特朗普的声明不止一次，而是2次遭遇威胁。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将会把他的使命完成到底。国台办25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两岸热点问题。针对深圳卫视记者就美方接二连三对台军售提问，发言人朱凤莲强调，美国给台湾的不过是一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和虚假的承诺。台湾民众得到的只是日益深陷火药桶、弹药库的险境。赖清德日前出席民进党活动时大放厥词，妄称要坚持两岸所谓互不隶属，并宣称将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其谬论进行驳斥，直指赖清德言论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实施台独分裂、不断进行挑衅对抗的恶劣本性。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也绝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也绝不允许改变。赖清德所谓互不隶属、坚持主权的论调，既没有历史法理依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朱凤莲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只能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持续进行谋独挑衅，鼓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置台湾民众于台独引战的险境，严重背离历史大势，必遭失败。面对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大陆依法惩毒更加精准。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在官微发布起底台独网军匿名者64文章，揭露该黑客组织的真实背景是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网络战联队网络环境研习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首次公开了参与网络攻击活动的3名台湾资通电军现役人员的姓名与照片，他们已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立案侦查，被岛内形容为惩毒第一枪。朱凤莲表示，面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国家安全机关忠诚履行使命，坚决予以反制，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台海稳定，是依法惩毒的正义之举。赖清德当局口口声声说希望两岸和平发展，背地里呢却指使操纵台情报机构，对大陆实施网络攻击破坏，颠倒黑白，散布谣言，大肆的诋毁大陆的政治制度和方针政策，一味挑唆两岸对立对抗，唯恐天下不乱。这充分暴露了其打着和平的幌子，阻挠破坏两岸关系，谋求台独分裂的虚伪嘴脸和阴险本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应询时揭批了民进党当局一味挑唆两岸对立对抗的虚伪嘴脸。发言人还2次强调，国家安全机关予以反制是依法惩毒的正义之举。在回答深圳卫视关于美方接二连三对台军售的提问时，发言人以火药桶、弹药库2个词语，形象地表述了美国妄图以武助独，台当局幻想以武谋独将面临的严峻后果。
继美国国务院本月中旬宣布一项总价值达2.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之后，美国政府近日正酝酿向台湾提供新一笔军事援助，总额达5.67亿美元。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无论冠以军售、军援还是融资，或是打着其他什么名号，美国给台湾的不过是一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和虚假的承诺。实际上，美国在执行以台制华时，经常把用不上的破铜烂铁扔给台湾，把民进党当局当成冤大头。美国防部日前公布的报告显示，台湾去年12月收到美国提供的军备中有弹药过期、包装混乱、防弹背心潮湿发霉等情况。美国在台机构人员也表示，美方输台弹药像是清掉不想要的东西。对此，朱凤莲警告民进党当局，有关报告再次表明一个事实：美国任何时候都以自身利益为优先，其子随时可能成为弃子，台湾也不会例外。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台独之私利，一边忍气吞声全盘的接收美国清理的破铜烂铁，一边继续的甘当美国的提款机，大肆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不仅换不来台湾民众的安全，更会把台湾民众推向战争的险境。目前，美国积欠台湾的军火价值已达205亿美元。美国外交政策形容，美国在供应武器上的克制，让台湾陷入进退两难的防务困境。台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就总结称，美国对台军售出现了3个现象：最新的不卖，已经付钱的就拖，给的是过期存货。据透露，去年美国军援台湾的3.45亿美元库存物品，夹杂既贵又烂，台湾还不需要的处理货，导致台当局不得不再花73万美元处理，遭到岛内舆论怒轰。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25号晚主持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框架内的核威慑问题常设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核遏制国家政策基础的更新。普京表示，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快速变化，俄方应该关注这一事实，其中包括出现对俄罗斯及其盟友造成军事威胁和风险的新源头。普京还表示，在更新版俄罗斯核学说中，俄方已经增加了将对其采取核威慑措施的国家和军事同盟的类别。在有核国家的参与或者支持下，无核国家针对俄罗斯的侵略将被视为这两者的联合攻击。在俄方获取有关开始对俄进行空天攻击的确切信息后，俄方将以核武器进行回应。继23号出席联大未来峰会后，在安理会24号召开的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外援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相关言论遭到俄方代表的怒对。此外，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计划在泽连斯基访问美国期间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就在俄乌冲突即将迈入第3个关键的秋冬季节之际，双方能否坐下来和谈，成为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关键时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启了6天的访美行程。继23号出席联大未来峰会后，泽连斯基24号又出现在了安理会的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外界注意到，在这场会议上，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共处一室。泽连斯基在演讲中称，俄乌冲突不会自行消失，也无法通过对话平息，必须采取行动。Every destroyed Ukrainian city, every burned village, and there are already hundreds and hundreds sources as proof that Russia is committing an international crime. 他还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会前，泽连斯基多次表示，他计划向拜登、哈里斯和特朗普呈递他的胜利计划。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向公众透露该计划的细节。聂边贾则在会上针锋相对地表示，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是再次伸手乞讨，试图说服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世界推向第3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计划，泽连斯基将于此次访美期间会见美国2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哈里斯，但迄今为止，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面仍未谈妥。
有俄方舆论认为，泽连斯基与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会面的重点是讨价还价。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除了索要资金和军备，更重要的是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获胜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基辅。泽连斯基试图通过此次访美向世界表明，他仍然能够进入白宫，美国还支持他。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却表示，泽连斯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因为他每次来美国都能带走600亿美元。特朗普一直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视为浪费金钱。I think Zelensky's the greatest salesman in history. Every time he comes into the country, he walks away with $60 billion. Billion! He wants them to win this election so badly. If I win this election, the first thing I'm going to do is call up Zelensky and call up President Putin, and I'm going to say, you gotta make a deal. This is crazy. 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多处战线向前突进，同时抵御了乌方的多次反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奥斯特罗耶、格里戈罗夫卡2处居民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地区发生88次战斗，俄军利用其空中优势，不断向乌方阵地发起进攻，乌军坚守防卫阵地，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俄军突破。眼下，俄乌双方的交火未见缓和迹象，而美国则继续向乌提供军事支持。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计划在泽连斯基访美期间，于当地时间26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消息说，拜登政府一直在与国会进行紧急讨论，以允许国会在9月30号联邦财政年度结束之前动用5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据统计，自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升级以来，加上最新一批的军援，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6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援乌武器的先进程度、破坏力逐步提升。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前夕表示，乌克兰的局势表明，美国的干涉只会令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恶化。将于明年1月离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大发表公开讲话。拜登呼吁中东和乌克兰实现和平，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此外，他还妄议台海、南海议题。外界评论，拜登的这场演讲更像是对他执政生涯中种种的混乱和冲突进行告别。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到3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长约24分钟的演讲。As we seek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so it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we stand ready to cooperate on urgent challenges for the good of our people and the people everywhere. We recently resum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o stop the flow of deadly synthetic narcotics. 随后，拜登话锋一转，继续炒作中国威胁论，并妄言台海、南海等议题。21号在美举行的4边机制峰会，白宫称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但拜登在闭门会议讲话时，却在未关麦克风的情况下，妄称中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在整个地区考验美国。而在此次联大讲话的末尾，拜登依然此地无银300两地强调，相关言论不针对任何国家。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net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ese partnerships are not against any nation. 有评论认为，将满82岁的拜登还有不到4个月就要离任，但他的这次告别演说仍在借民主之名，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彰显自己的政治遗产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也都很清楚的知道，拜登执政这4年，美国的外交的确是差强人意的，不仅仅在于外部的纷争乃至于冲突增多了，而且呢，美国国内的问题的积弊也变深了。但是呢，作为总统，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交和内政2个层面给人留下一种更正面积极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此次演讲还涵盖中东、乌克兰局势等议题，但对如何结束这2场冲突闭口不谈。拜登表示，他的政府仍致力于避免在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关于俄乌局势，拜登警告说，世界必须做出选择。
观察指，拜登实际上将矛头暗暗指向其共和党劲敌特朗普，后者曾承诺，如果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将在上任后立即结束俄乌冲突。President Biden giving his big farewell address to the world that he left in chaos and conflict. Joe Biden shuffling his way out the stage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o give a speech in which he actually boasted about his pitiful foreign policy track record. 事实上，今年6月，首届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在瑞士波尔根斯托克举行，乌克兰和西方主要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参会。然而，2天的峰会结束后，13个国家拒绝在联合公报上签字，其中包括参会的5个金砖国家以及印尼、泰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凸显全球南方国家对美西方设定的俄乌冲突议程并不买账。此外，延宕近1年的巴以冲突也导致美国国际形象持续走向负面，在加沙地带人道危机持续加剧的同时，冲突所引发的外溢效应不断显现，红海危机离以局势持续紧张。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一边摆出努力阻止中东局势升级的姿态，一边偏袒以色列并继续推动对以军援，凸显其虚伪面目。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统计，自1945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至2023年年底，美国在安理会总共否决的89项决议草案中，有45项涉及以色列，其中有33项涉及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或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美国在外交事务处理中这样的一种话语非常的美好，但是行动呢又非常丑陋的这样的一种言行不一的这样的一种惯有的做法，的确是令国际社会所诟病的。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联大的主题为求同存异，促进和平、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各地每个人的人类尊严。共有193个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参加，其中大部分属于全球南方国家。从2大主题来看，和平、可持续发展仍是本届联大的关键词，反映出联大对当前全球面临挑战的关切。